同样都是射程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为什么英国的暴风阴影就要比德国的金牛座贵100万美金？俄罗斯的普京强烈反对欧洲国家支援2款导弹给乌克兰，他对自己的 S-400防空系统就这么没信心吗？今天我们从技术上给你分析一下 S-400能否发现并且拦截这2款隐身导弹。今天节目的主角是金牛座和暴风阴影。先聊一下背景吧。最近大家发现上当了。过去1个月，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关注那个28条停火协议，现在怎么样？昨天被普京一笔勾销。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观点没有变化，任何的协议如果不能满足，你都白谈。大家发现吗？自从过去的1个月，川普提了28条，然后再和乌克兰谈的过程中还咔吧把那圆珠笔撅碎了，乌克兰询谈判代表，那结果呢，轻轻的被普京删掉了，说明谈判根本解决不了战争问题，最终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战场。既然是战场包括上周五川普发表了国防安全报告，把欧洲当成了对手而不再是盟友，那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欧洲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能不能拿出你们的真玩意儿来支持为了欧洲安全而浴血奋战的乌克兰人？在过去一段时间普京强烈反对这2款导弹进入乌克兰。为什么呀？一会儿我告诉你。咱们先说第一个吧。金牛座对外售价是100到150美金一枚，你也可以理解呢，就是德国出口10到20辆的奔驰 S 都不如卖这一个金牛座赚的钱多，也不是谁都能卖。目前看，他卖给了西班牙和韩国，剩下的是自己用。另外是和他的合作伙伴瑞典，他们几个在用这款导弹。那它的核心优势具体的数据就不用跟你赘述了，咱只说它的核心点是什么。咱们必须把这锚点放在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因为你所有的巡航导弹，你竞品仍然是战斧战斧的战绩几十年来一直刻在人们脑子里。最典型的一点就是打萨达姆的时候，第一发战斧把这通风口炸了，第2发在这洞里边钻进去，说明什么问题？它的精度是米级的，一个通风口不也就是1米宽吗？所以高精度一直是战斧的核心卖点。第2它可以潜射也可以箭射，而且最高可以达到3000公里。它这一枚也得100到300万美金，也不是谁都能卖。但问题是明明10月份川普已经向新闻记者宣布我们要提供战斧导弹给乌克兰了，那结果第2天就让那个普京一个电话给放弃了。所以说战斧一时半会儿恐怕是进不了乌克兰了，剩下不就俩了吗？一个金牛座，一个是暴风阴影。金牛座它比这个战斧有一个更大的核心优势，它不依赖于 GPS。 这款导弹它和研发初期就要考虑，如果 GPS 受到了干扰，我能否独立运行，而这儿是它的核心密码。第2它也有个卖点，那就是有一个叫楼层计数器。它这款导弹不是打一个地面目标的，它重要的是要打击那种深藏在地下的指挥所。这个计数器呢，就是假设目标是在地下6层，你是不是要穿过5层钢板或者5层的建筑物，它会计算你就在第6个，啪，爆炸。战斧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好，
已经知道它两个核心卖点，一个是钻到地下，你想打几层呢，我就给你打几层。第二，我也不依赖你的 GPS，所以它能卖到150万美金。那第二款它的竞争对手啊，就是英国的暴风阴影，它得卖到200到300万美金，几乎是翻了1倍。也就是讲啊，英国你出口30辆路虎卫士，你还不如卖这一发导弹呢。那这款导弹啊，贵它就贵在隐身不可探测性，因为你任何一款产品它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暴风阴影的核心卖点是啊，战绩卓著，然后 S400根本就发现不了它。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高隐身是怎么来的。第一个，气动布局，它的雷达尖上呢也还比一个小鸟的面积还要小，雷达认为你就是一只鸟，而事实上它是一款直径1米的导弹。除了这个气动布局啊，另外就是它的吸波涂层，你雷达扫描了以后啊，直接被吸收了，你没有发现它，它几乎就是透明的。你已经知道这两款导弹的优势和劣势了。实际上，在2024年啊，德国对是否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还做过一次这个议会的表决，被否了。大多数议员啊，心里其实是不同意的。第一，这件事儿啊，发生在2024年，那时候谁执政？是舒尔茨，美国总统是拜登。因为议员呢，他有2个考虑。第一个考量是，普京已经放话了，如果你德国敢支援这款金牛座，我就视为你对我开战，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说严重损害俄德关系。你看，直接就威胁上了，他就认为你参战了。议员呢有点怕。第二个原因啊，还是历史性的。那议员们也会想啊，这当年是美国、英国、俄罗斯、乌克兰你4国签的那布达佩斯备忘录啊，是你英国和美国有合同义务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不是你忽悠人家当初把这核武器给交出来给放弃了吗？行了，人家交出来了，该实行你的义务的时候呢，你咋说了呢？所以说你有义务，凭什么我要支援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德国否掉了，包括现在也没有提供金牛座。在这儿呢，我们必须聊一件事啊，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很多华人都有认为啊，我说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你北约东扩，然后呢，让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所以说他要向西进行扩张。这个话呢，实际上那就等于是上当了。我们要翻到历史上来看，在70年代，确实北约秘书长和这个苏联啊聊过，说我们不东扩，但前提是你也不要西进。所以说这个共识是有个前提的，就像打架一样，谁先动手你得搞清楚。但结果啊，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他先开始西进，比如说吞并了这个格鲁吉亚的北奥塞梯呀，又吞并了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是你先动了手，才导致一些中东欧国家主动加入北约，而不是北约主动东扩。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啊，如果你听俄罗斯的，俄罗斯告诉你的屎能吃，那你要吃吗？所以凡是讲俄罗斯受到挤压的人，你好好要思考一下脑子啊。咱们再说第二件事，现在为什么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曾经提过，在刚刚上任前3个月他就提过，我们要向乌克兰提供这款导弹，因为乌克兰在为欧洲作战。他说的没错，那现在没提供啊，原因是议会的牵制。因为议会里确实有一些人啊，包括那德国选项党啊，他认为应该和俄罗斯保持关系，不要再花德国的钱了，把这钱呢花到自己国家，这个和那个 MAGA 是一脉相承。那我们说说第二款暴风阴影啊，在2023年啊，人家英国早就提供了，
那为什么这块更厉害的武器英国却毫无忌惮地提供呢？这说到底呀，还是英国的高瞻远瞩。像这种当惯了盟主的国家，他当然清楚，在欧洲大陆绝对不能允许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出现，你终究有一天会侵占到这个英国。作为英伦三岛啊，没有多少纵深，你欧洲盟国本身就是我的纵深，我一定把你打回去。第二个也是它和国内的局势有关系。英国的国内确实有反对党，有这种后边扯裤子的，但是他们呢，对于俄罗斯啊，没有什么这个共同点，或者说对于国内政策反不反移民，也许他们有分歧，但对于俄罗斯这块大家几乎是一致，必须得保护英国的核心利益，要给这款武器。所以说2023年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啊，就干了一件大事，他们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总部给端了，像那个司令、副司令、什么参谋长，一锅端10几名将军全没了，而这个功臣就是暴风阴影导弹。这200-300万啊，很值。再后来啊，2024年的11月份，俄罗斯境内的兵工厂被炸，也是这款导弹干的，说明乌克兰啊提前给英国打过招呼了，我要打俄罗斯境内目标，你同不同意？英国啊同意了。无论说你这个美国反对啊，那时候还是拜登呢，我不管，我就是要打的。在今年的2025年，像什么刻赤大桥啊，还有一些后勤站啊，包括一些这个兵工厂和这个炼油厂，很多也只能是暴风阴影打过去的。我们来总结一下，正是因为美国在上一周末打了明牌，他不再支援乌克兰的情报和武器，你欧洲啊自己玩吧。我前几期节目也讲到了，川普告诉欧洲的同行，你们要在2027年做好承接北约大部分保护职能的准备。我要把导弹、情报、非核资产，我大量的我要撤了。你看，你欧洲没有指望美国的份儿了，你只能自己干。所以接下来啊，先进的战斗机、台风、阵风，再就是这些导弹啊，往上招呼吧。不然的话，普京在上一周也放话了，如果欧洲想要打仗，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想能让他忌惮的，就只有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和导弹了。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像俄罗斯吹嘘的那种 S-400能不能拦住这2款隐身武器呢？我们来讲一下啊。上个月啊，普京访问了印度，双方敲定了一些合作，其中就包括 S-400防空拦截系统，它一套呢卖10亿美金。没听错啊，他自己用呢是6亿美金一套，那是给自己呀，出口啊直接就是10亿。据说呢，东方大国也买了一些，其他国家呢也有买的，那就得奔着10亿美金了。那这10亿美金能不能拦住这100多万的导弹呢？拦不住，因为事实证明，从2023、2024、2025 3年的时间，暴风阴影差不多10次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啊，炸了相应的目标，这就充分的说明你 S-400的神话实际上已经破灭了。我相信同样具备隐身功能的金牛座啊，它也拦不住。好吧，关于这2款导弹，您有什么见解？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来探讨。我上一期节目啊讲到了那个神秘的对峙事件，你换成一下，4代机如果遇上5代机，谁会被火控雷达锁定？欢迎您关注大卫军情局和大卫观点2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明天第一时间再见。